完这场发布会，应该说华为是非常严谨的。他说是全球首台华为的鸿蒙折叠屏电脑。这就是全球首款鸿蒙折叠屏电脑，华为没得过错的。而不是有一些营销号说的是全球首台折叠屏电脑，因为过去那些年呢，也曾经有包括华硕呀、联想啊做过类似的形态。但是以2025年华为的技术来看，这台折叠屏确实是特别的精致。华为发布全球首款鸿蒙折叠屏电脑，咱们抓紧来一个全景开箱。你好，我是大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咱们第一视角你就是打开包装这个人。那整个外包装采用了一个非常环保的纸质包装盒，特别的大撕开里边红色的包装盒和咱们之前开箱过的非凡大师系列设计是保持一致的。就这包装盒，那就是花了钱。打开，里边就是电脑本体了。放在一边，包装盒下边呢还有一个小的提手，再下方是皮质的电脑保护套，磁吸的开孔，下方呢还有华为的 logo， 皮质的质感是非常不错的。再下边就是拿掉包装盒，左侧还有一个皮质的包装袋，这相比较于刚才的包装尺寸呢是有所减小，这也是方便为了填充充电器还有线材，当然也可以装别的东西上面同样是有华为的小 logo， 整个皮质的缝线是非常精细。下面是配件充电器 C 口，最大呢是支持140瓦，这显然是电脑使用的充电器 Supercharge。然后呢，右侧就是随机附赠的这次实体键盘，整个键盘拿在手里特别的轻一会儿咱们再看。侧边呢看到它也是非常薄，下方小盒子里边编织线的数据线材，黑色的处理，接口呢还做了黄色，这都是小的细节。还有卡片上边呢就是重要提示了让你不要把异物夹在屏幕中间，同时要保护好这个柔性屏，这和其他的折叠屏是一样的还有尊享服务擦键布等等。整个包装的配件是特别的丰富，保护壳、保护套、充电线。最后咱们来看主角键盘部分再瞅一眼撕掉外边的键盘保护膜，确实相当的薄，标准的6行键盘，侧边的角度可以看到。另外呢，左侧是有 C 口的数据线，可以连接有线，也可以拨动开关，快速进行适配连接。下方是标志性的全域触控玻璃触控板，键盘左右上方还有硅胶保护套，就防止这个键盘呢和屏幕有磕碰。键盘背面同样是非常细腻的皮质纹理这个皮的键盘还是非常罕见的。OK 心心念念终于来看折叠屏电脑本体了。注意这是一款全球首发鸿蒙折叠屏电脑，上方标注了音量键的位置、电源键的位置，下方呢是请勿按压屏幕轴体，避免屏幕损伤。现在我们没有进行弯折大家可以看一下初始的状态。上方边框里还有预留摄像头的位置，边框呢单独做了让位。变换角度再感受一下，整个室内光线很强来到机身背面，这里为你展示的是这次非常少见的蓝色版本，素皮的皮质，背板处呢2条金属条带做区分，位置更趋近于中间偏下。这个区域呢其实是转轴，所以呢你展开的时候下方区域打开就变成了一个金属支架。从侧边可以看到整个机器确实非常薄。在没有折叠的情况下，右侧呢是有大面积的开孔，这要么就是散热要么就是扬声器一会儿开机就知道了。还有音量大小调节的位置，中间呢还有硕大的孔位，转轴偏下的位置呢是有数据线接口。接着我们看底部，同样左右同样是有大面积开孔也就是说整个机器呢上下左右有差不多6个开孔，包括数据线集中在顶部以及右侧偏转轴中间下方的位置。这里还有2枚麦克风，还有边框的塑料凸起，这2个小凸起是为了你更好的横向摆放，避免边框直接接触到桌面上。整个支架呢采用了一个金属的处理，这样的话打开的时候就可以把电脑横向摆放在桌面上，完全展开之后呢是很稳的，换一个角度仍旧非常的稳。支架角度也是可以调节的，大概45度左右最大支撑。在里面转轴呢还有英克的 logo， 做工差不多就看到这里了。总体来说呢，第一个是特别的薄，第二个呢整机的质感确实非常出色，而且呢大面积的素皮采用，这在电脑的序列当中是非常罕见的。整机确实非常的薄不管是和传统的电脑比还是和手机相比，7毫米左右的厚度确实很薄了。虽然薄但是却很坚固，反复的弯折包括使用支架摆在桌面上都可以很好的固定。折叠屏在开启和关闭的那一个角度上面都会有一个像助力的一样，有一点像微微的弹开。再之后呢是可以单手开合的。如果你想用手去折普通的折叠屏手机，想要单手开合也是非常难的。所以呢，这个转轴的做工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有点东西。完全展开之后确实非常的震撼。我们来开屏这是一个超大的18英寸的超大屏幕。点亮之后浅色背景再加上比较窄的边框，
这个观感啊确实是很震撼。接着咱们快速的过系统进入，包括创建系统的时候啊，悬浮的键盘可以来回的移动。整个步骤呢，不管你是熟悉 Windows 的登录，或者是熟悉华为手机的登录啊，都没有任何的门槛。紧接着我们就来到了 HarmonyOS Next， 也就是鸿蒙电脑操作系统。之前的视频这套系统啊，咱们详细介绍过，大家可以看我们之前的前几期短视频。不过来到18寸这样一个尺寸，就好像来到了桌面台式电脑，非常的夸张。比例方面也很适合办公，并不是带鱼屏啊，更趋近于方形，3:2、4:3的比例。这次华为采用的是星球主题，无论是开屏还是锁屏啊，都很漂亮。接着我们来上实体键盘，靠近这边配对好。那触摸板呢是华为的看家本领啊，非常的顺滑，而且是全域触控板，很舒适。如果平时不想带键盘，也可以直接用这款折叠笔记本自己。我们弯折过来，两边同时点击，就立刻调出了下方的键盘，非常的自然。也就是说啊，我想输入的时候就可以弹出，不想输入的时候呢，就是全屏展示画面。标准的6行键盘，下方的触控板呢，仍旧是承担触控的功能。小细节啊，居中部分的华为的 logo 啊，居然也都做了出来，这就像做成真的一样。而且下方的触控板呢，仍旧是支持多指触控，手势操作。打字部分当然不可能像实体键盘那样啊，但是呢，应急也是没问题。键盘还可以切换不同的主题色彩，深色的、浅色的、彩色的。这个未来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好看的颜色，包括键盘主题皮肤。点击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震动。整个操作的逻辑啊是比较清晰，容易上手的。最后呢，我们把整机合璧过来，你会发现它的整个操作逻辑啊，特别是合璧之后，有一点像 PureX， 也就是说啊，它是竖着使用，但是呢，想让你横着携带。你看华为的 logo 整体就是横过来的，折叠过来就好像是一个高档的皮质笔记本的感觉。我们和普通的实体笔记本比较，你会发现更像。接着我们再放进质感特别好的皮质文件袋里边，同色系的啊，这质感确实不错。这别说是女生啊，男生也心动。另外这个文件袋是有一定余量的啊，所以呢，笔记本和键盘都可以放进去。OK 啊，初上手就到这里完成了。最后大家打一个印象分吧，满分100，你打几分呢？作为华为的鸿蒙首台折叠屏电脑，确实从硬件到系统啊都有很多的亮点。关注一下频道，我们稍后为你带来更多详细测试。